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设计思考入门课程。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点子的收敛法。假如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发想之后，进一步要做的事情是去做原型。那么在发想跟原型制作的这个中间，其实我们会经历一个收敛的阶段。大家假如还记得我们的设计思考5步骤的流程图，在发想这个阶段，我们是一个发散的阶段，到了原型制作后会收敛。那么这个收敛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时间以及我们的成本通常是有限的，所以说在我们有很多的点子之后，不太可能每一个点子都实际的去做出来，所以我们必须在这边有所优先顺序的排定。那我们可以先排定出哪些点子可以是我们优先去尝试把它转换成原型的，那又有其他点子相对起来可能就没有这么可行。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单元的方法要讲的就是如何去从这些众多的点子当中去收敛出可以制作成原型的点子。这边我们主要会提2个不同的收敛法，第一个是叫 dot voting， 我们又叫它点点收敛法。点点收敛法的实际的操作流程是如下，我们有分成几个不同的步骤。第一个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团队要先能够评估出哪些是我们来筛选点子的标准。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我们在筛选点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只要盲目的选择说这个点子比较好，或者说另一个点子比较好，我们只要背后没有一个理由或者依据的话，往往选出来的点子可能最后去实行的时候，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的好。但假如我们有先把所谓成功的指标可以先定定出来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筛选回过头来就能更有效的检视。我们很常在使用的几种不同评估点子的标准，包含说使用者最喜欢的，这可能是一种评估标准，或者说这个点子是最新颖的，就是可能其他人或者其他团队从来没有提出过的这个点子，那可能是一种新颖的概念，也可以作为一个评估的标准。那也有可能评估的标准是它可以马上被制作出来的，这也可能成为一种评估的标准。但不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团队共同要去筛选点子的之前，能够先把这些判断评估的标准可以先把它定定。那么在定完不同的标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到我们的点点。我们可以给每一个不同的标准一个不同颜色的点点。举例来说，我手中现在有几个不同颜色的点点。那么这个红色的点点，举例来讲，我可以把它使用为使用者最喜欢的，我们就投红色的点点。那么这个蓝色的点点，我们或许可以是使用者可能觉得最新颖的，比如说使用者过去从来可能没有使用过的这种新颖的点子，我可以投蓝色。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刚刚讲的另一个标准是它可以马上被制作出来的，可以马上行动的，我们可以投橘色。总的而言，就是我们接下来是把不同的判断标准分配到不同的点点之后，下一个步骤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团队中的每个成员分配到这些点点之后，就可以开始来投票。那么我们有不同的标准，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同等的拿到相同多的点点数，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进行投票。那在投完票之后呢，我们不会就停下来，不会说哪一个拿到最高票，我们就直接做它。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先停下来做的一件事情是进一步的讨论。举例来讲，某个点点它可能被投了5、6票，那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点子，但我们不应该停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讨论说，为什么你把红色投在这个点点，为什么你把蓝色投在另一个点点。在投票完之后的这个讨论，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更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我们团队成员怎么来评估或者怎么想这些点子。那么在发表这些想法的同时，我们最好团队的这个教练或者说团队的这个领导者，我们要同时用便利贴来记下大家发表的这些原因。那可以把这些东西记下来之后，也贴到墙面上。在我们这样子充分的讨论之后呢，我们会通常有一段时间是让大家静下来，可能1、2分钟的时间，重新去反思一下，或者重新的审视回顾一下大家刚刚发表的这些意见。那这样的审视跟回顾之后，我们会再进行一轮的讨论，来确认说到底我们要选择哪一个点子，所以我们接下来原型制作的第一优先顺位。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点点收敛法。在点点收敛法之外，我们另一个今天要介绍的是叫 2x2 matrix， 那我们又叫它4象限收敛法。4象限收敛法呢，这也是我们非常常使用的一个工具。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我们先在一个纸上面画一个十字，那这个十字我们就把它区分成4个象限。4个象限区分完之后呢，我们分别要定义我们的 x 轴坐标跟我们的 y 轴坐标。这时候 x 轴跟 y 轴呢，就是要团队共同去讨论出2个最重要的筛选标准。所以可能是 x 轴是使用者最喜欢的，那 y 轴可能是最能够马上动手做出来的。在我们定义完这个 x 轴跟 y 轴之后呢，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刚刚所发想出来的点子，把它分到这个4个象限上面。举例来讲，可能某个点子是使用者很喜欢，又能马上动手做出来的，我们就把它分在第1象限。但有可能是使用者非常喜欢，但是没有办法马上做出来的，就会分到第4象限。那么在分这个象限的时候，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能够借由讨论来动态调整。可能某个人、某个团队的成员，他一开始把点子 A 把它分在第1象限的非常右上角，但可能另一个团队的成员他不同意，他可能会觉得他应该比较往第2象限靠一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是要充分的讨论，最后定出来这个点子的位置放在4个象限中的哪一个象限是大家必须要有共识的。那么在我们有了共识之后，我们通常会做的事情是会选第1象限当中最偏右上角的这个点子，作为我们进一步来制作原型的第1优先顺位。好的，那来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刚刚提的这2个不同的收敛法。一个当然是点点的收敛法，是我们先讨论出不同的评估标准之后，分不同的评估标准不同颜色的点点，大家投完票之后，我们进一步的讨论。那另一个是4象限的收敛法，这个方式是我们先区分 x 轴跟 y 轴2个重要的评估标准，接下来把点子全部的分到我们这个4个象限当中，那最后选定最偏右上角的这个点子作为我们第一个可以去执行原型制作的优先顺位。那么不论我们使用的是哪一种收敛法，可能是点点收敛法，或者4象限收敛法，又或者是其他我们在我们这个单元当中没有提到的收敛法，不论如何都没关系，没有所谓最完美的收敛法。但重点是我们收敛法必须要符合几个标准。第一个是在收敛的这个过程当中，团队的成员要有同等发声的权利。举例来讲，像我们刚刚在讲点点收敛法的时候，团队的成员他分到的点点数应该是要是均等的，以及在点点分完，大家发表自己投不同点点的想法的时候，这个发声的权利大家也应该是均等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第2个点呢，是我们在投完点点，或者是我们在分完4个象限之后，背后更重要的是后续的深度的讨论跟评估。我们不是投完某个点，然后选最多的就好，也不是说我们第一次初步的分完就选最靠近右上方的这个就好。我们不能只停在这里，我们背后的这个更深入的讨论，然后取得团队的共识，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总的来讲，不论使用哪一种收敛法，重要的是能够符合这些大家要有同等发声的权利，以及我们要能够有效深度的讨论跟评估。看完了这支影片，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